们来看看呢，美国跟中国的对抗，或是美国跟中国有没有可能合作，竞合之间，对于我们台湾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仔细来观察，美中对话起步了吗？布林肯他是说，美国正致力稳定跟中国的关系，确保不会发生冲突。可是比较矛盾的地方在于军事对话这件事情。他说啊，对于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部长李尚福的制裁，不会妨碍两国的国防部联络呀。所以中国不支持联络的决定是政治性的，因为大家知道就卡在这儿嘛，因为李尚福被美国制裁嘛。中国大陆觉得你根本不尊重我，美国说这个不妨碍对话啊，所以看起来两边完全无解。而雷蒙多美国的商务部部长要访问中国大陆，可是在他访问之前呢，突然传出来这个美国很多的官员 email 被害电邮疑似被害那雷蒙多说了的确啦，正在访问的这个计划中这个行程都在安排，可是不表示我们原谅任何形式的骇客攻击，矛头对准中国大陆。所以呢，像这样的策略，一边批评你，一边说我要跟你合作，一边说我要跟你对谈这是美中现在他们对抗或者是合作的一个 pattern 看起来是这样。而另外我们看看哈佛教授这个是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奈伊，他说美中关系整体上都算不上零和，美中相互不构成生存的威胁，因为美中对彼此来说都太大了，没有办法侵略或是改变，所以就是僵在那儿不会有什么零和这件事情。而另外呢，我们看看最近 CIA 发生了一些事情。先看看拜登，他做了一个声明，他宣布 CIA 的局长伯恩斯是他成为他的内阁成员并且称赞他对中俄应对中俄对美国安全的威胁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与此同时，中情局局长承认了美国在中国的情报网被破坏了有干员流失超过10年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在中国招募这个情报网络已经被遭到毁灭性的这个反情报的损失那不具名的美国官员说，这些损失从10多年前开始就有了。2010年有一名 CIA 的干员被判了所以整个通讯系统都被破解了，整个网路可能都被肢解完毕了。所以我们看到中情局其实从2021年就已经做了这件事情，他们成立中国任务中心，那顾名思义就是应对中国的挑战所以到现在呢，中国对他们来说是全方位的挑战，包括在情报网的部分。可是最麻烦的是 CIA 能信任的人不理解中国，可是理解中国的人 CIA 又不信任，很矛盾他能用的人不多他不信任，可是他了解中国。那明明我很信任，可是你又不了解中国，就变成这样子一个无解的矛盾之局。最近很多人都在问王毅去哪儿了这个秦刚去哪儿了秦刚已经离开人们的视线大概已经1个月了，有很多方方面面的揣测跟很多的这个故事。我们看到了 Bloomberg 说秦刚缺席是科维利暂缓行程的主要原因，因为本来英国的外相科维利要去访问中国，可是延后了。其实不止英国外相有很多大国或者其他国家要去访问中国跟中国交手或者是各种联络都因为秦刚不见了而 delay 下来了。那另外呢，王毅是不是跟秦刚有什么样的矛盾呢？或者是两个人有可能在竞争吗？或者是一个政治上面的阴谋呢？王毅重新接手外交重任，秦刚离职的可能性越来越高。我们看到很多报道是这样子写的那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常务董事淡若云就说，这表明我们对中国精英政治知之甚少西方世界都想要了解，可是呢看起来了解的状况并不是很多，而包括习近平跟拜登11月的 APEC 会面也有可能受到影响吗刚刚我们讲到秦刚跟王毅之间的矛盾外界其实还有这样的揣测，说什么呢？这是华邮的一个作家讲说本来习近平想要冷处理，可是他的夫人彭丽媛想要保秦刚
哦，因为当年秦刚的夫人呐、其实跟彭丽媛的关系非常好，常常送东西给他，所以秦刚才可以进入习近平的核心社交圈。那现在秦刚出事了，看起来习近平的太太彭丽媛也帮秦刚求情，有这样的事情吗？哦，很多人都说这可能是强加附会的，可是这个真相是什么？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先请教亮哥，亮哥你怎么看美中的对话有起步吗？这个 Josh Rockin 连中文都不会，会知道这种事，就是胡扯一通嘛。我觉得啊，事实上金砖外长会议线上会议啦，马朝旭已经上手了，所以我认为这个第一副外长应该会接了，因为不能一直闲置啊。这个王毅年纪那么大，太忙了啦。因为中国有很多重要的多边会议一定要开啊，或者重要的外宾一定要接见。所以我认为马朝旭应该会接了，这个态势也越来越明朗了啦啊，所以我觉得到现在这个 Josh Rockin 是在坏自己的名声呐，不懂的事情最好不要乱写了啊。他还在台湾出了一本书啊，这个我觉得啊，这个布林肯实际上最近讲了另外一段话，他说中国大陆不愿意跟美国恢复军方的高层沟通啊，那好像我们在开车啊，那你觉得不绑安全带啊？哦，他就说，绑安全带比较好吧？啊，那中国的意见是说绑安全带，所以你可以开快车，是不是？所以不绑安全带比较安全。大家会自治嘛？因为事实上是谁在刺探谁呢？美国那个南海侦察机去年那个抵近侦察超过1500次，我现在就没有安全带了，看你敢不敢来啊？我觉得目前的状态就是这样，是很传神的描述，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布林肯是在那边故作镇定状了，事实上他知道这个是很麻烦的，因为抵近侦察是你美国还有军舰开进台海也是你美国是你在靠近人家，所以是有军事风险，并不是中国大陆在刺探你加州外海啊，刺探你关岛啊、夏威夷啊，不是嘛？所以美国是担心会擦枪走火，那中国大陆就是会不会擦枪走火，你自己看着办啊，就这个意思了啊。所以我觉得布林肯心里有点忐忑了，可是他又不能够说白，现在有点这个味道了。那我觉得中国大陆是真的在生气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提的条件也就只有你就取消李尚福的制裁吧，可是李尚福的制裁啊是根据一个国会通过的法律啦，就是你不能够跟俄罗斯买卖武器嘛，那当年他经手嘛，所以我讲白了就是拜登不敢去惹共和党的多数嘛，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嘛。那这个就是美国的悲哀了嘛。你要参选连任的总统，然后你对于重大决策你不敢去惹共和党，那你怎么弄啊？事实上，你如果觉得美国跟中国军方恢复高层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你就要去说服国人啊，说共和党你应该要支持这个个案要解禁啊，你要处理啊。我觉得这里刚好看出拜登的个性啊，就是他对于这种会引起国内政争，然后共和党一定会贴他说，你看你要投降了吧，然后这类型的议题他不要碰啊。是他不要让人家觉得他软弱了，可是他又想从中国那边得到东西了，你知道吧？就是这样的矛盾，很矛盾。对，来，严老师怎么看？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李尚福的状况啊，让我想起就是当年英国很不满意那个辛巴威的老总统啊，这个穆加比，所以制裁他，那就制裁他，就让欧洲跟这个非洲的一个峰会无法举行，为什么？因为所有非洲国家说你不让他去参加，我们全部不参加。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英国自己不参加，欧洲国家说对不起，我们还要跟非洲对话。结果是英国的首相布朗他自己不能去了啊。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制裁这样子你制裁要还想维持正常的对话，真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陆已经表态了，那美国你当然要有一个弹性的做法，就是说可能他下台的之后，或者他的什么样，他在任上的时候，你真的不能这样来做啊。我觉得你可以在他下台，或者说对他的一些过去的一些这个部署，
但是你因为要跟他对话，特别是美中之间这种安全这个议题是非常敏感，也非常容易擦枪走火的。我觉得这个是他一定要做的啊。那我也觉得说，今天像这个美国最近感觉上面就觉得说，已经没有办法就是一方面又要跟大陆对谈，这是我觉得一般有理性的都知道，这个你就像这个 Joseph Nye 讲的啊，你不可能不继续来往的。但是又另一方面又想到要选举，一定要有一些反中，所以你看这样又把 CIA 这个 Burns 弄得比较位置高一点，就是觉得说本来 CIA 不在内阁会议里头把它提上来，然后特别强调是中俄之间他收集了很多，就是又塑造反中的情绪。那我觉得你这个就是在对大陆释放一个 mixed message 啊，就是混合的一个那个讯息。到底我能够相信谁？我到底能不能够相信你拜登政府或者布林肯讲的这些话？然后你布林肯讲的话又有点，我觉得有点轻浮。我觉得真的是有点轻浮，就是你又想谈，但是你觉得这个不影响，我们制裁它不影响，怎么可能不影响啊？我就举一个，刚才已经讲了，我说非洲国家都敢集体来搞你英国，中国这么大怎么会对你美国让步呢？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所以这个美中之间要达成一个和解或共识真的不容易。是，那我也觉得像王毅现在因为秦刚的问题，他要到非洲。我去年年底还在想说，他特别在12月31号辞职了，因为他的任期是可以到3月嘛，两会的时候以后才换。我说他年纪大了，不想再去非洲了，因为每年非洲中国的外交部长1月份都要出访非洲，结果果然马上秦刚接手，秦刚就去了。结果现在王毅又去非洲了，真的是因为他去南非，我说逃不了啊，真的是逃不了。是，来请教彬哥。我觉得这个奈伊说，他美中应该是管控型竞争或合作型竞争，说彼此都没有生存威胁。我觉得至少美国不是这样看的。我觉得美国是认为中国大陆未来会成为他生存的威胁，所以他是以这个目标。其实你看，美国现在好几个政治人物，包括最近出书那个艾斯培也都是这样讲，他们一直都在不断的观察中国大陆的发展，把它当做一个头号敌人在看。所以美国确实就是把中国大陆认为是他生存的威胁，因为中国大陆是目前在整个地球上面唯一能够挑战美国霸权的人嘛，所以他们当然是这样看待。只是现在美国拜登自己把自己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状态，就是他又不想跟中国真的翻脸，可是他又不能不对中国大陆强硬。所以就是一直在这种很尴尬的一个地段，然后不断的在那边回旋。我老实讲，我最近觉得布林肯讲话已经变鬼打墙了，就不断的在那边不断的重复。你要去制裁别人，要跟对方讲说，你不要担心，我制裁他没什么，这算不了什么。这个怎么说得通呢？这真的是非常奇怪的。所以我觉得，在他们没有做一个退让的动作的时候，中国大陆这边也没有办法退，那双方就只有越来越逼近。我觉得现在拜登的民调其实还是领先川普的哦。最近的民调显示，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他能够展现一些魄力，能够真正把他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稳定下来，搞不好对他自己本身的民调是有意义。他如果一直在担心共和党，那你越是担心，我觉得共和党那边会越拿翘，他会越出更多的招逼你跟中国大陆决裂，因为这样对共和党有利嘛。所以我觉得拜登自己本身要去想清楚，他这样的作为是不是自己把自己逼到一个没有办法跳脱的一个死胡同。我个人认为，他如果再不赶快做决断的话，看起来如果到下半年还是这个状态，我认为川普的民调会反超拜登。是，最近呢，中国跟俄罗斯呢联合军演，地点在日本海。这个演习结束了他们发布了一些声明包括告诉大家说双方进行了多少次的战斗演习，包括20次的战斗演习，还有海上、沿海跟空中目标进行联合炮火射击，以及用了多少的重机具击退了包括高速小型目标的攻击呀，还有类似海上神风特工队的无人机。为什么要公布这一些呢？外界就说这个疑似要向亚洲版的北约进行牵制，你想把北约的势力扩展到亚洲来，我就让你好看双方在秀肌肉中俄在日本后院大展拳脚，针对的是日本吗？我们看到评论说这是成了美国、台湾、日本的不祥之兆。我们台湾也被卷了进去包括东方西方的对峙，
而您也看到的日本最近呢，大家都知道它跟美国关系非常好。日本的防卫大臣警告，他说啊，如果中国攻击日本，日本会帮助台湾哦，感觉是一个大混战哦。这是日本众议院的议员井野俊郎，他说啊，会有一些支援啦，可是现在不确定是国防装备的支持还是后勤的支持哦，所以其实我们看的也是不飒飒，到底会不会出兵啊？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吗？到底有哪一些所谓的盟邦会来帮助我们呢？我们看到日本着眼台湾有事这个是中央社的一个报道，打算在宫古岛修建防空避难所，像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报道其实我们现在都看到了。那中国大陆就促进或者敦促中日韩和谈，美国在添柴火吗？包括你看到王毅他就说，你中国、日本、韩国三方的外交的次长的会谈赶快办一办吧。日本的媒体就说这是为领袖峰会铺路领袖指的是谁呢？那当然就是领导人。包括如果这个所谓的三方外交次长会谈进行的话就是4年来第一次的三方会谈，因为疫情的关系嘛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会谈。共同社，这是日本共同社说，通常在中日韩三方工作会层级、外长层级会议之后，紧接着便是三方领袖峰会，有可能吗？习近平会跟这个包括日本以及南韩的领导人坐下来谈吗？我们来看看呢，这个日本跟中国的关系现在到底怎么样？没有错，一方面是停滞，但是切也切不断，全球化。谁切得断？尤其你看到日本这个跟中国大陆的在贸易这里是很这个大的一个贸易伙伴，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你这个部分怎么可能切断呢？岸田内阁的支持度这个创下上台以来的新低，这跟最近的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有没有关联呢？另外我们看到在贸易包括在半导体上面，日本的半导体出口管制生效了官媒就说这是损害中日的经贸关系，因为我们看到从7月23号开始，日本有23种高性能的半导体包括制造设备出口管制生效了所以呢其实一些包括这个业界他们其实也是叫苦连天。那中国大陆的官媒《环球时报》就说，这严重损害中日经贸合作关系某种程度是一种警告，也破坏全球半导体的产业格局。所以日本被自己害死了吗？因为他不敢得罪美国，所以晶片业会有一些被切断的状况因为他没有办法进入中国市场嘛。包括尼康还有东京威力科创等日本的晶片商会现在必须有一个巨额的损失要自己来承担也让创新和技术进步的能力下降了，进而削弱了日本半导体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另外一则新闻跟大家来分享，宁德时代跟福特电池合作了，美国众议院委员会要调查。好，先请教亮哥怎么看包括从军事上面的对峙，以及商业方面的供应链，现在看起来是不是有切断啦？我那个中俄演习当然就是针对，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日本太大幅度的介入俄乌战争就是支持乌克兰然后日本也跟美国有安保的2.0所以使得俄罗斯就有点背靠向中国了，所以就有了联合演习其实中俄联合在日本海的中部做海空巡逻，这个日本真的是完全没有办法。这个防卫大臣真的是在讲废话了。中国怎么可能去攻击日本呢？人家是在问你说，如果发生台海战争，日本要不要介入？那除非日本是把他的允许美国使用日本的琉球的基地嘛，冲绳的基地来介入台海战争，那日本就有可能被打。对。可是如果真的被打，那我跟你讲，冲绳也没了啦。因为冲绳完全都是平地，所以被摧毁大概就是摧毁完了。那摧毁完了，你怎么介入所以他这个逻辑真的是很奇怪了而且如果你不介入，也没有人会打你所以如果是美国现在越来越清楚，
他就是希望把弹药尽早给台湾嘛，这个摆明了就是他不要出兵嘛。那美国既然不出兵，你日本怎么可能被打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防卫大臣自己逻辑先搞清楚了。日本事实上如果没有介入台海，而且前一阵子那个日本有一些防卫省的官员来台湾，跟台湾做兵推啊，他只兵推到开战前呢、他准备了40几个项目跟台湾做兵推，结果做完了26项就结束了，他们就回去了。26项就是开战前，所以那个意思很清楚啊，他们最多就是做到撤侨、就是不会介入，就是撤侨嘛。不然你再看下面嘛，你在宫古岛修建防空避难所，那这个是要干嘛？这个当然就不是要出兵嘛。所以我觉得中央社你要写这种新闻呢，也搞清楚那个逻辑啦啊。那目前中日韩的关系要好是非常困难的啦，尤其是日本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跟日本现在又考到了那个福岛那个核，我们也不知道叫核污水还是叫核废水，核废水用了一个中性的名字，就叫核处理水。不，因为中国坚持那是核污水啊，对，那日本说是核废水啊。总之，目前中国是亚洲周边国家第一个提出全面制裁的。那这个情况你怎么会好呢？然后日本又对中国实施半导体的化合物制裁，对，24项都不能出口啊。那眼看8月1号中国那个价根者的这种关键金属的出口就要开始了，日本一定第一个被反制。所以这种氛围下，我难以想象中日关系能够好了。那王毅还敦促他们3方要有会谈。他是释出橄榄枝吗？我认为要谈出结果真的非常困难，非常的困难。那韩国萨德飞弹的环保已经做完了，所以现在要正式装了。那这个也是最敏感的议题啊，是吧？所以你说3方能够怎么具体，我真的觉得相当困难呐。那岸田的民调低啊，事实上跟这个议题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啦。岸田主要是那个数位身份证那个出了问题，是内政问题，国内的议题。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福岛排废水，日本人也觉得有点草率啦，所以他基本上还是属于内政居多啦。不过我觉得他的算盘真的打错，他运气不好啦，就是他本来以为跟美国搞这一出哦，他民调会大涨。有一度到50啊！你说他抗中一度民调有高涨，冲到50，结果现在一下摔到，我都看到最新的民调应该是34左右。我们这边显示是35。对啊，35。所以他现在不敢解散众院啊，他不敢改选啊，变成这样。OK， 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我们延续下来看美中的对抗，其实包括了一些盟友，日本、南韩、中国大陆都搅在一起，方方面面的竞争。请教严老师，我在看到日本，我觉得蛮可惜的，就是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80年代那个时候，日本跟俄罗斯的关系还不错，那时候好像北方四岛还有归还的可能啊。结果你看最近20年。他一面倒向美国之后，他跟俄罗斯的关系还让日本从来没已经，我觉得虽然他跟这个我们讲说美国那么近以前，但是也没有觉得俄罗斯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还谈过想要拿回北方四岛，结果现在变成俄罗斯感觉上。他认为是一个军事威胁，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日本外交，他以前有一个叫 equidistance 就是等距外交，70年代的时候还做到一些，那现在越来越这个一面倒向美国，那我觉得这个是日本人自己要去评估他的这个危险性啊。那至于就是说日本也好，美国也好，美国给台湾这么多的弹药。那我就会想到，就是过去在越战期间也好，或者在阿富汗战争，我们常常听到一个字，就是越战越南化，阿富汗战争阿富汗化，我给你多了，我就不介入了。那美国真的给我们这么多时候，他就可以说我真的不想介入台海战争台湾化，就是你自己来打我真的不想管。所以当他给我们这么多，就是或者说卖给我们这么多的时候，就是拼命的巩固我们的军事力量的时候，那就是他不愿意打
我觉得这个是很明显的，所以台湾可能要想到的是这一点，不要一直觉得说，当美国一路卖武器给你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这个好像对我们是好事，不是哦，这个有可能是说，他就希望台海战争台湾化，你们自己来处理啊，我真的是不需要直接派我的军人介入。那如果他不派他的军人介入，那没有这个日本没有这个问题嘛？所以日本如果担心被攻打，对，因为美国跟大陆如果发生军事冲突，那日本在亚太地区啊，因为有这个条约的问题，所以必须要出兵，甚至南韩都要帮忙的。那可是如果没有美国不介入，那日本跟韩国都没事啊，所以他们也不必那么紧张了。对，是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的时间留给彬哥。我觉得，对啊，刚刚亮哥讲的对，这个日本防卫谈，如果日本攻击，中国攻击日本，日本将帮助台湾，这到底什么意思？如果中国大陆攻击日本的话，日本要反击啊，你怎么会帮助台湾呢？你到底在讲什么啊？日本应该去打中国才对。这个到底在说什么？而且你看啊，他还不确定是国防装备制裁还是后勤支持哦。你知道他等于对他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表示现在日本的防卫大臣孬到我国家就算被攻击，我都不一定会还击。他在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呢，这不太奇怪了吗？而且刚那个老师也讲得很清楚了，就是美日有安保，所以其实攻击日本等于攻击美国。对，其实你现在攻击日本，你两个核大国如果互相攻击的话，其实基本上就跟北约如果跟那个乌克兰、俄罗斯开战是一样的道理了，基本上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对啊，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状况下，基本上美国要出兵或日本要出兵，基本上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大概就是提供装备让台湾去奋斗，那台湾能够奋斗到什么地方，我就不知道了。所以我觉得以目前的现状，我认为日韩本身都已经被美国绑架，所以他已经没有办法做出自我的决定。所以你看，他为什么要在宫古岛建防空避难所？我认为是建给美国人看的。就告诉你，我真的有在做准备哦，但是你不要叫我出兵好不好？拜托你。那问题是，中日韩现在到底要怎么谈？我认为很难谈，因为你不可能中国去跟日本、韩国谈了之后，他们就撤回他们原来对中国大陆的制裁，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那个制裁又不是日本、韩国决定，那是美国人决定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那日本、韩国不会撤制裁的话，中国大陆也不会撤制裁，那双方就继续僵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个人认为，王毅也许是想说，是不是能够缓和一下氛围，但是我认为这个努力基本上是白搭。那有可能是高峰会吗？他说是高峰会的前奏，也就是领导人见面啊。不是，还是要有议题啊。对。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政大国关中心研究员严正生，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赶快来看看绿营的选战策略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指的是2024的总统大选。现在来看哦，蓝绿哦，传统哦，应该都是对打的嘛。在新北的幼儿园的喂药案发生之前，的确是这样的。您看到，尤其啊，这个乌龙喂药案发生的时候啊，绿狂打猴哦，可是喂药案之后，怪怪的，他们的党公职人员居然说侯市长啊，你千万不要退选啊，你声势太低，会变成群雄并起，要挺住啊。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他们希望侯友宜不要离开战场哦，必须要选到底。那他们安的是什么心呢？他们的策略到底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啊，比较像是绿白在对打，包括昨天国民党的全代会，侯友宜其实有比较这个批评的声音出来哦，针对绿营的说你绿营你执政党是前置言论自由哦，说要下架执政党。民进党看起来轻轻松松16个字就回敬了，感觉有一点点这个看清侯友宜或是看清蓝营。张志豪民进党的发言人他说，你侯友宜民调低迷，口无遮拦，市政荒废，不得民心，所以他们要继续
绿白对抗吗？要继续把侯友宜边缘化吗？如果真的发生过去像是连战啊、姚文智在台北市啊，或是林耕仁在新竹这样子被边缘化，那就很难救了所以我们尝试来解读民进党的策略。边缘化侯友宜是他们的这个策略，目前看起来往这个方向走。而事实上呢，大家都知道，媒体也在选边站，也在找机会见缝插针吗？包括您看到镜传媒的这一篇报道，他就说国民党的全代会是史上最冷清因为呢，他们说党内有好多同党同志国民党的人士在传像这样子的照片从台上往下看，有很多的空椅子，有很多的这个空座位。可是詹江村他是桃园市市议员，他就说拜托你们不了解国民党，你不了解国民党全代会，历届越有争议这个全代会这些代表出席率越高。那如果这个人出席的少，表示说大家意见差不多嘛，所以不需要动员这个是詹江村的解释。而另外呢，这个全代会，那当然我们看到侯友宜跟韩国瑜合体了，展现了某一种团结的气势。可是有一些人没有来，包括花莲县县长徐榛蔚他跟他的先生傅崐萁在花莲迎接郭台铭因为昨天花莲有丰年祭嘛，傅崐萁有出席全代会，可是后来他匆匆忙忙又赶回花莲，跟徐榛蔚一起接待郭台铭。必须讲，郭台铭是一个大大的变数。如果郭台铭真的参选了呢？那受伤最重的，我们看到其实不是侯友宜而是柯文哲这是来自于台湾指标民调的最新民调。在这个蓝绿白撒卡都里面，赖清德33%，柯文哲24%，第二名侯友宜第三名15.6%。所以这个柯文哲的民调还会往上吗？我们来看看沈富雄的说法。沈富雄说，柯文哲的民调已经到了最高峰，已经到了天花板往上跑的机会已经没有了。而另外我们看到台大政治系的教授张佑宗，他说侯友宜的支持度已经探底止跌了不会再往下掉了。可是柯文哲已经到达了30%的天花板了。每一个学者、每一位名嘴、每一位评论员的说法都不同。柯文哲会再往上吗？还是说真的他已经到顶了呢？先看看他陆战的部分好了。都说柯文哲没有办法往中南部来拓票源，于是他就拓给你看。昨天前天整个周末，我们看到柯文哲往中南部跑，尤其是在高雄跟屏东民众党已经跨过了高屏溪，这是柯文哲这个很大声的喊出来的一句话。为什么呢？因为礼拜6他在高雄跟屏东成立了他的选择之友会就是他的后援会他喊出这句话是很有企图心啦。可是仅仅在10天前，我们看到的那个时间点，柯文哲跟吴子嘉有一点对空，在交战的时候，吴子嘉那个时候批评柯文哲说：“你过不了浊水溪啦。”柯文哲回应说：“对啦，这是事实啦，我会努力所以有时候柯文哲就是这样，他的讲法10天之内有2变一下子说我跨不过浊水溪是事实，可是昨天他又说民众党已经跨过高屏溪了，到底哪一个才是事实呢？而另外我们看看呢，南台湾1天2场选择之友会我刚刚讲了，就是柯文哲的后援会。柯文哲很有野心，他说我要发动颜色革命，白色力量他认为9年之后会不分颜色，他要发动这个所谓的白色力量的颜色革命，会有行动力，做联合政府，团结台湾，要终结蓝绿的恶斗这个大概是他的主轴，还有他的中心思想。而另外侯友宜的部分呢，侯友宜的战术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这个 PTT 上面有一篇贴文有人预估如果不换侯的最终结局是什么？赖清德拿下总统大位，赢柯文哲150万票。他的这个算票的基础大概是这样啦，参考现在的民调，最后的比例是什么？
赖42%，柯33%，侯25%，所以赖会赢150万左右。那当然这是 PTT 上面有人估出来的，大家参考参考就好了。陈长文他公开批评金溥聪战术失误而且抛出了所谓的政党轮替大联盟。据说很多人，包括学者，包括国民党的前这个包括政务的相关的这个大陆这个事务部的主任也都同意那是不是大家都认为这个要做一个政党轮替大联盟呢？国民党没有办法单独拿下政权吗？国民党对自己很没有信心吗？而金溥聪我们也注意到了，昨天的全代会他其实并没有出现也有人问说你是执行长，你怎么没有出现呢？朱立伦他喊出了这个执政大联盟是在昨天的全代会的致辞的这个公开场合上面，所以很多人就说你好像有一点点失态了，或是失言了，因为包括黄伟汉他就说。不是你朱立伦在选总统你怎么会喊出这样子的话呢？如果要喊，也是侯友宜来喊。而我们来看看最近网络温度计，在网络上这3个总统候选人的声量，柯文哲最近的声量是往下跌的，那赖清德的声量是绿色这一条，他在这个时间点走入白宫说引起关注，有一波小高峰。侯友宜蓝色的这一条是在全代会的时候达到最高点，声量有8万多笔。我们先请教亮哥你怎么看这个总统大选的部分，3个党有各自的策略。其实民进党有回疑侯友宜应该高兴才对啦，因为人家就是要看到你一定要跟民进党对打才会得分啦。柯文哲民调就是这样起来的那只是说他讲的太概念化，没有办法进入细节嘛。比如说前置言论自由指的是什么？这个当然不是侯友宜本人要讲啦，他的文宣团队就要跟进去打比如说柯文哲，人家身边就有一个非常剽悍的女战狼陈志涵对不对？那个对打才会进入细节，那这样就是2个巴掌才拍得响事实上，我觉得民进党一定会去打侯友宜啦，因为他希望侯友宜民调高一点那柯文哲民调最好就到这里为止了那事实上，吴子嘉跟柯文哲那个是因为他上次要办那个见面会嘛，那结果180个人的场子有660个，1800啦，1800说错了结果那个吴子嘉在生气嘛，事实上柯文哲不可能说高雄、屏东没有一定的支持者啦，怎么可能呢？所以他只是号召他们现身嘛，所以你就看到屏东跟高雄就陆续出现了组织化的现象。这个动作他一定要做因为你文宣盘打完了，接下来就是我要打组织盘那国民党跟民进党组织盘都有一定的区域立委，你没有有一定的累积了，对不对？而且到最后你要把你的文宣的诉求传达给你的支持者，是你如果没有一定的特定的人士来帮你转传发散，那你岂不是都丢到空气里面去？对，你怎么知道谁看呢？因为有时候有一些讯息是要很准确的，有人帮你传达嘛，所以他是一定要让支持者现身的啦，因为他没有区域立委候选人嘛，所以也没有明显的地方党部。我认为他未来一定是各县市都有了，那比较大的地方，比如说台中彰化啦，搞不好还成立好几个，我觉得他已经，你从这里就看出来，他要开始让他的支持者要现身了。他是有步骤的啦，当然啦，按部就班。对因为这些人现身之后，我估计他们也会把名字记下来啦，email 留下来啦，那接下来我才好找你嘛。是，他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他讲话也没有矛盾可是他之前还说，对啦，我们跨过浊水溪啦，因为那个时候现在一下子跨过高屏溪了耶。不啦，那个只是讲话讲的比较粗糙一点，只是说他那个时候没有组织确实没有浮上来嘛，所以你怎么去动员那1800个？那个时候还没有做，这也是事实可是绝对不是跨不过去了，你全省的网络都有支持的声音嘛，那只是说那个热情程度不一样。然后双北就容易聚集嘛，所以双北现身的非常多
高屏可能这个就是要有一个过程要现身啦我觉得未来坦白说啦，这个侯友宜跟郭台铭还有这个柯文哲之间他们要去找共同点不然你凭什么要弃保？因为你目前的打法大概郭台铭我不确定啦，至少侯友宜跟柯文哲都会去登记参选嘛，那票凭什么要合流在一起？不然就会出现你刚刚那个预估嘛，42比33比25，对，那个就是用现在的民调去除以那个100%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嘛，因为他现在加起来还是有未表态的部分比如说现在表态率假如是80，那就是除以0.8嘛，那算出来当然是这样那为什么柯跟侯不会合流？因为你们两个还没有找到一些共同点任何东西要弃保，你一定要让人家觉得你们是要立志要做同一件事，要有一条心的那个感觉，对，一个方向。对，可是现在民众党柯文哲比较明显，柯文哲到现在还不愿意讲下架民进党给人家的感觉就是他还是会说垃圾不分蓝绿那如果不分蓝绿，那请问你跟蓝是要合什么对，他还说终结蓝绿恶斗。是所以我觉得民众党要把他的思想理清楚如果垃圾不分蓝绿，那蓝白怎么能合呢？那你怎么跟垃圾合？是对所以我觉得他的逻辑要清楚就是政党轮替是不是最高的价值？还是说垃圾党都要下台？垃圾党都要下台，对不起，你光凭白的不足以当选总统没错，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来，我们请教彬哥，彬哥你怎么看这3党他们现在的选战的策略到底是什么？你判断一下。我是不觉得民进党要边缘化侯友宜，他绝对不会，他边缘化那他就是麻烦了。因为他当然就是希望侯友宜跟柯文哲最好势均力敌嘛。对，这对他来讲是最好的状况嘛。所以虽然庄瑞雄那样讲是很酸，但是其实他们这一段时间比较不会去攻侯友宜，他们会先想办法看是不是能够把柯打下来嘛。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子嘛。那他是真心希望侯友宜能努力一点，至少民调能够回到20%几，就帮他加油。对，这样才能够拉掉柯文哲的民调。那现在其实民进党还有一票人在拼命拱郭董参选，是这个意思。没错，对就是希望局面越乱，对民进党越有利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态势是非常明显的。那当然就看郭董跟这个侯友宜他们自己的作为到底如何嘛。那可是对柯文哲来讲说，他现在到底有没有到天花板？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也就是柯文哲如果他只有空战的话，他的能量大概就到这边就差不多到顶了。那接下来就是看他有没有办法发挥陆战这些东西，还有有没有办法真正跨过浊水溪、跨过高屏溪。当然他宣称自己是跨过，但是他到底在那边立足点有多深，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就看他去努力嘛。那当然之前吴子嘉讲的时候，他是承认说，对我们现在确实没有。那他总要去试难道就放了不管吗？他还是要去试嘛。对试了也许效果不错，因为现在对柯文哲来讲有一个可能会出现的状况，就是如果就是其他蓝军的候选人，包括郭台铭、包括侯友宜，真的表现太差，那有一些泛蓝的群众就可能会说，为了下架民进党，那我干脆去投柯文哲好。这是柯文哲最期待出现的状况，所以他当然要往这个方向去努力。所以柯文哲你没注意到，他一直在变。他现在其实慢慢也不太讲那个所谓的那个垃圾不分蓝绿，他其实已经不太讲，对，他慢慢会开始讲。那是之前讲的，对，之前让台北市长不足以单独当选。是他自己也很清楚，他一定需要蓝军的选票，他才有机会赢。他一直在修正了。对，所以柯文哲本来就是今天跟明天讲的话都不见得一样的人，这个大家都已经很习惯，从9年前开始到现在都一样。但是他说要弄一个白色革命，我必须很坦白的讲。如果以目前为止他所展现出来的状况的话，动能不足。因为你要有革命的这一种态势出现的话，你要激起一个名气。那目前为止，他并没有一个很强而有力的论述，让大家觉得我要跟你一起走上街头去革命，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你如果只是喊一个口号说我要革命，那你要革命什么？而且柯文哲到现在很多东西是暧昧不明的，比如说未来。他自己也知道他的民众党人数很少，那如果说他真的拿到政权之后，请问一下你的内阁到底要怎么组成？联合内阁他讲的。对啊，你是蓝绿都要收进来吗？他说是那对啊，请问一下这个到时候摆的平能够运作吗？
因为大家不要忘记，台北市政府第一任的时候就出现一个大混乱的状况嘛，那会不会重新在国会再上演一次？那就非常糟糕了。所以我觉得柯文哲这边还有很多变数。那但是至于说侯友宜他是不是到最后一定会僵持在那个地方，我认为就要看接下来他的表现如何。最近大家有看到他确实表现比以前好一点，但是就是好一点。那能不能好到让大家会回心转意，甚至蓝军这边能够团结？我个人是觉得说，现在蓝军去喊什么执政大联盟啊，什么东西，我觉得没有意义。对，为什么？因为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就是朱立伦，你应该，如果你真的有这个心，你想组成非绿大联盟或者执政大联盟，那你私底下就应该去跟柯文哲接触啦。那你们都一直不接触，然后一直用喊话，请问一下这到底什么意思？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哪一国的做事方式。所以在这看来，我觉得比较像是策略运用，而不是真的有心要去做这件事。是，来请教严老师。我想这个张佑忠老师啊，是我还蛮信任他的民调，而且这个张教授他不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所以他做出来的就是他分析的，我相信是比较有一些公信力的啊。那今天看起来柯文哲是面临了一个天花板，但是我认为柯文哲就是有点像我当时在美国的时候接触到很多候选人在初选的时候，他其实没有什么地方的人一定会帮他组织，但是就有一些小学老师啊，或者认同他的想法的时候啊，他会自己说，我找一些我的朋友，然后请你民主党的候选人或者你的代表来跟我们谈谈你的理念，就是家里头准备一点咖啡，我觉得柯文哲必须要这么做才有机会，因为他现在这个票都蛮空气的，那你今天地方组织又没有，你现在就希望说，其实他的这些议员或者说他的党工，应该是现在就是去接触去搞我们刚刚讲的陆军啊，就是你必须要有人可能认同你的理念，你讲了一大堆要下架。当然有些人真的想下架，那你要就找一些像小型的座谈会，一些家户里面，对，那这些的这种小型的聚会啊，对不起，有点像直销啦，但是直销就这样来的，对不对？你也要直销你的候选人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大概可以再把它维持住。那当然民进党是希望他们两个人永远是差不多，不要到时候真的是，如果一旦有一个人永远低于15%，我觉得是会有弃保的，这个弃保一定会发生。那但是一定是弃不干净，最后呢可能还是赖清德得利。可是我觉得，如果今天台湾的选民看到绿营执政现在的这种情况，还会继续投绿营，那我也觉得说，真的是台湾，那就选民就自作自受吧，就是接受这样的一个政党，然后也没有什么这个长期的一个理想性了，然后对他所有过去所谈到的一些政见也没有兑现的时候，选民还给他机会，那我也不知道这个选民到底是在想什么。我们就是讲的嘛，民主政治就是自作自受，就是一种自食后果。那我现在看起来觉得说蓝营跟这个白营要整合真的是不容易，我也不知道这些大人们到底他们心里头在想什么？就如果大家真的是想下架民进党，那我觉得应该是有人登高一呼，好好来做这件事。是没有错。这个民主就是自作自受。